不是，你的针扎得我好舒服啊。我的御风针上面有风毒，怎么你中了针，反而会觉得舒服呢？哦，这可能就是以毒攻毒吧。如果他再敢攻进来，那就坏了。哎呀，坏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再用那些针再扎他一次，看他怕不怕？岂有此理！可是我身上御风针都用完了。啊，你的针都用完了？大师，你听见没有？小龙女说她的金针全都用完了，我们还是趁这个机会进去杀了他们。哼，老衲才不会上他的当。他们所以这样说，是想引我进去杀我个措手不及。这种小诡计可骗不了我。哎，大师，你说我师叔祖很快就会死，但是现在他还没死呢，怎么办呢？可能他功力深厚，暂时顶住了毒。但是你放心，他熬得了一时，熬不了一夜。我担保天一亮，他就会毒发身亡。那我们要在洞口守一夜啊。那你不用担心，老衲自有法宝。哼，有他们守在洞口，我们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周伯通，你怎么样？这只毒蜘蛛的毒可真厉害呀！哎呀，我这么辛苦才挤出来这么几滴毒血，你说，要是我把全身的毒血都挤出来，我看，恐怕1年半载也挤不完呐。那怎么办呢？金轮法王在外面，随时都会打进来的。这你不要担心，他不怕你那些什么针嘛，他暂时还不敢打进来。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御风。刚才我呢，不是不小心大声说你没有针了吗？那2个大坏蛋一定听到我们的说话了，所以他们还是不敢打进来啊！非常明显，他们一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，以为我们说瞎话骗他们进来，所以他们才不敢打进来啊！不管怎么样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帮你把毒挤出来。还是让我帮你运功吧。不好，千万不要啊！你一定要保存实力啊！万一那个臭和尚真的打进来呢？你还可以和他打吗？是不是？不要！不如这样，你坐在那边养精蓄锐，休息一会儿，我自己来挤毒吧。周伯通，你怎么样？挤来挤去，才挤了这么一点毒血出来。与其坐在这儿等死，不如出去和他打个痛快。冲出去！周伯通，你看！哎呀！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有个大蜘蛛网啊？一定是刚才我们打坐运功的时候，金轮法王放出来的。哎呀，岂有此理啊！那个该死的秃和尚，真是卑鄙无耻！赵道长，如果觉得累了，你可以先回军营休息。算了吧，如今我师叔祖生死未卜，我还是等有了结果再走。你放心吧，有我五彩血蜘蛛守住洞口，即使他没毒发身亡，我看也插翅难飞。师傅，原来你真在这里。干什么？赵道长的师弟早上离开了军营。对了，他还留下一封信。咦，尹师弟真是糊涂，他竟然蠢得要回终南山，向各位师叔伯请罪。他会不会借请罪为名，其实是回去告密？是啊，如果他回到终南山，在各位师叔伯面前说我投靠了蒙古人就糟了。看来赵道长应该马上回终南山去，监视尹道长的一切，否则我们的大计还没筹划好就遭到破坏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？但是我师叔祖和小龙女还……你放心，老衲自然会收拾他们。如果你来不及回终南山的话，万一尹道长他当了全真教的掌教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
所以看来你应该马上回中南山去。10天之内，老衲自然会给你带来好消息。你安心等待我的佳音吧。但是，难道你不相信老衲？贫道不敢。还不快点启程？好吧，贫道告辞了。嘿，这个蜘蛛网真是讨厌呐！我要弄破它。小心呐，可能会有毒啊！哇，真有毒啊！如果你贸然的触动它，蜘蛛丝又细又轻，很容易会粘在我们的身上，到时候就不堪设想了。哎，这个臭和尚真是毒辣！我们就算出去了，净轮法王在外面，还不是一样束手就擒？哎，出去也死，不出去也死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周伯通，你不要这么烦，只要慢慢的想，一定会有办法。你还是集中精神运功，多挤点毒血出来吧。哎呀，挤什么挤呀？我挤来挤去，挤了这么一点毒血出来。这些蜘蛛毒这么厉害，我看10天半月也未必挤得干净啊。那时候我看毒还没有发，我就饿死了。哎，也不是，没饿死也就闷死了。你看看这个山洞，又小又窄，什么都没有，不闷死才怪。如果郭儿在这儿，就算要我在这儿住一辈子，我也不会觉得闷。喂喂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很闷吗？我有什么比不上你的过儿啊？过儿会全真剑法，跟我双剑合璧，就可以打败金轮法王。全真剑法我也会啊，我也可以和你双剑合璧啊。我和过儿双剑合璧，叫做玉女素心剑法。要我心里面爱他，他心里面爱我，两个人心意相通，这样才能发挥威力。哎呀，那算了吧。哎呀，世界最麻烦的就是情情爱爱的。哎，算了，我宁愿闷死了。喂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其实在这个山洞里住个3、5、7年的也无所谓啊。想当年我在桃花岛一个人孤单单的住了10几年也没事。以你的为人，10几年都没闷死，可真奇怪。哈哈，那你有所不知了。那我看没有人陪我玩呢，我就学着自己跟自己玩。还有啊，我还会自己和自己打架呢。自己和自己打架？是啊，可好玩了。来左手出拳，右手出掌，或者呢，左手用剑，右手就用刀。这叫做双手左右互搏术，是我周伯通自创的，好不好玩呐？这种功夫容不容易学？哎呀，说容易又不容易，说难呢又不难。有人一辈子也学不会，有人一学就会。那，郭靖和黄蓉你也认识啊？你说他们两个谁聪明啊？郭夫人聪明绝顶，我听过儿说，当今世上恐怕无人能及。至于郭大侠，资质比较普通。何止普通啊，比猪还蠢呢！但是呢，很奇怪啊。郭靖这个小子学我的这个互搏术呢，一学就会了。但是黄蓉这个丫头呢，学来学去都学不会。真怪。不可能，笨人比聪明人学功夫更快啊！所以不信也不行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看你的资质呢，和黄蓉那个丫头也差不多，武功也差不多，我看你也很难学会的啊。我不相信。你不信呐？好，我就让你试试。那，你用2根竹子，左手呢画方的，右手画圆的，2手同时画啊。那你画给我看。来，慢慢画啊。哦，你以前学过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会的？很简单嘛，我心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想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不就行了？你可真是不可思议啊！真不敢相信呐。那我现在能不能学你的双手左右互搏术呢？当然行了，来，我教你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这套双手互搏术的要诀就是要分心2用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不错不错。师傅，那个周伯通中了5彩血蜘蛛的剧毒，都过了1夜了，怎么还没毒发身亡啊？没想到周伯通的内子深不可测。
竟然用他的内力顶住毒，不让他发作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等下去啊？哼！既然一天半天毒不死他，我们就把他呛死。达尔巴，师傅，你去捡些树枝和枯草来。是。哎呀，小龙女啊，我们不如用掌风把蜘蛛网打破，那就不怕蜘蛛网粘到我们了。蜘蛛网本身就是网状，根本就无处着力，就算是狂风暴雨，也没法把它弄破，更何况是我们的掌风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毒又发作了！哎呀，哎呀！你找什么？我找到了。哎呀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！刚才你的毒针扎我，挺舒服的。我以为再扎扎会好一点，哎呀，谁知道越扎越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我明白了，因为一风针的风毒正好是毒蜘蛛的克星，但是这支针刚才已经用过了，已经没有毒性了，因此你用它扎自己会更疼。哎呀！那么你再找找你身上还有没有毒针了啊？我身上真的没有毒针了。哎呀！我有办法。哎呀，你把蜂蜜拿出来干什么呀？我又吃不下。哎呀，既然蜂毒可以对付这毒蜘蛛，那我想蜜蜂一定也能对付它。师傅行了吗？还不快点点火！是。师傅，你闻到没有？好香啊！是啊，似乎是山洞里传出来的。师傅，怎么突然飞来这么多蜜蜂啊？真是想不到，他们竟然想出把蜜蜂引到这里来，把蜘蛛网冲破。那还要不要点火呢？既然他们想出来，我就在这儿等他出来送死。哎，加油加油啊！多叫些蜜蜂进来成功了成功了啊！终于把蜘蛛网冲破了！哎呀，真好啊！好啊！真可惜，牺牲了这么多的蜜蜂。小龙女，你可真有本事，居然有办法招来这么多蜜蜂对付五彩雪蜘蛛。呵呵，不过没有用，即使你们把蜘蛛网冲破了跑出来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岂有此理！这个臭和尚，你敢口出狂言！小龙女，我和你出去教训他。哈哈哈！你们终于出来受死了！岂有此理！你这个臭和尚，卑鄙下流，无耻！我是光明正大和你打赌吗？你竟然用毒蜘蛛来害我！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呐？你信不信我招些蜜蜂来，把你蛰成个猪头法王？你废话少说，打不过我就借助蜜蜂来帮忙。不需要借助蜜蜂，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对付你了。哈哈哈！就凭你，你不记得杨过现在不在你身边，只有你自己，怎么用双剑合璧？嘿嘿嘿，小龙女，就用我教你的左右互搏术，教训他。小龙女，拿你的左手当过饵，右手是你自己，那样打他。小龙女，臭和尚卑鄙无耻，不用和他讲江湖道义，把蜜蜂招来蛰他，蛰他。好。老衲今天姑且放过你们。周伯通，你中了我的毒，看你能活到多久。达尔巴，我们走。是。你别跑啊你！哎呀！周伯通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疼啊！又发作了！快叫蜜蜂救我！快！哎呀！
呀，够了，停！哎呀，再这我就死了！哎呀，不要这了！哎，不要这了！够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舒服啊！小龙女啊，你的蜜蜂朋友真是神奇呀！哎呀，真舒服啊，舒服！你没事就好了啊，没事了。对了，小龙女啊，反正我已经好了，大家都没事做，不如你教我怎么控制蜜蜂啊？你想学驱风之术？是。不是不可以。不过，我自己还有一件心事没了。哎呀，又有什么心事啊？哎，不要紧的。不过你反正总是有心事的。现在最重要是教我驱风之术啊！教完我之后呢，你再去了结你的心事。那怎么行呢？驱风之术短时间内根本就不可能学会。况且，我自己的事还没有解决，我怎么有心思教你呢？哎呀，我周伯通这个人很聪明的，一学就会啊！等我学会了呢，我陪你一块儿去了结你的心事。这件事你是帮不了我的。哼！说来说去还是不肯教我啊！你这么小气！哎，好了，你不要走。哎呀，你不要走了，你到哪儿去呀？我决定马上回终南山古墓。回终南山呐？哎，这么巧啊，我也去终南山。你也去终南山？是，当然了，我去找那个臭道士赵志敬算账嘛。既然大家是同路，那就一块走吧。一块走。哎，小龙女啊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去终南山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件重要的事要去做。我没有空，你自己去吧。我不去了。你不教我，我自己不会学吗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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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呦！周伯通，救命啊！哎呀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好多蜜蜂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孙师妹，什么事？拿火把来！杨过他们呢？好了，负责处理疗伤。是。来，快点。启禀邱师伯，蜜蜂已经全部驱散，但是有好多弟子被蜜蜂蛰伤了。立刻派人去丹药房取药疗伤。是，知道。旁边，给我站住！什么事？赵志敬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哎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周师叔在钟里面呢。啊！师叔出来吧！师叔，出来！你们想害我呀？我知道我一出来就被蜜蜂蛰成大花脸了。哎呀，周师叔啊，你出来吧！我们已经用火把蜜蜂都赶走了，没事了。我死也不出来！哼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们想把我哄出来，然后你们进来。师兄，顶起来！好了，雨过天晴了。弟子拜见师叔。乖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呐？弄得哥哥脸上成蜜蜂窝了。不过挺好玩的。师叔，你怎么会惹上这么一大群蜜蜂啊？哎呀，说起来故事就长了。这些蜜蜂啊，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救命恩人？救命恩人？是啊。想起来气死我了！你们这几个人呐，救出来欺师灭祖的叛徒弟子，几乎要了我的老命啊！知不知道？赵志敬。你给我下来！你过来！就是他这么牛鼻子啊，引我去偷黄旗。原来他和臭和尚合谋弄了个五颜六色的毒蜘蛛来咬我，差点咬死我。你真该死啊！
是师祖，不关我事。五位师尊，他勾结蒙古人，包藏祸心，而且还害死了很多弟子。致敬，是不是真的？还用问他吗？你看他个倒霉样，耳后见腮就知他不是好人呐。致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禀告五位师尊，什么事？我们发现杨过和小龙女原来在藏经阁里面。啊，杨过和小龙女在这里吗？啊，本教书经都在藏经阁里，有什么损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去看看。没错，既然我们错怪了杨过和小龙女，有机会应该和他们化敌为友。哎，这个叛徒怎么处置？我有办法。跑不出来了吧？好，我走了。嘿嘿，师长、志峰，看着他。是，邱师傅。哎，周师叔疯疯癫癫的，是是非非还没弄清楚吗？这大钟又密不透风，我真怕把他闷死。是。小龙女，杨过，小龙女，我是周伯通啊。喂，人呢？人呢？一定是我们来迟一步，让他们走掉了。啊，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小龙女留了瓶蜂蜜给我。哎呀，这经书弄得满地都是，唯独这木箱。